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是参议院投票弹劾川普和宪第二个是美军在南海双航母演习，第三个是我们的今天主要的一个议题，中国农民工恶意讨薪政府的凉薄与刻毒。我们今天要帮农民工讲讨个公道。先讲一下这个参议院的弹劾案现在开始进行，今天开始那么参议院经过了4个小时的辩论，那么以56对44投票结果确认那审判前总统川普和宪就是符合宪法。那么其中有这个6张票来自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那么这6个人是包括谁呢？卡西迪、克林斯然后是罗姆尼罗姆尼是一直反对川普的，然后是丽莎穆考斯基然后是萨斯，然后是这个图米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站在川普和他的辩护团队一边，认为这个参议院不能够对一个不再任职的人定罪，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共和党的参议员支持了这个民主党这是众议院弹劾经理人指出，川普在1月6号对国会大厦袭击案中起到了煽动作用，应该被追究责任，并且放了一段视频，冲击力很大。那么审判开庭辩论将于明天开始。参议院还以这个89票对11票同意了审判规则，那么取11票反对票全部都来自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民主党领袖舒默今天说，这个众议院弹劾经理人将会提出一些新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都表示，他们不会给这个前总统川普定罪。那么，所以呢，他们会尽量的采取措施，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据，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案子上面来。然后就，舒默反正就是他认为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由和证据说我们会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提供足够非常有力的证据很强大，而且有很多是新的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明天就开始进行这个正式的这个聆讯这是第一个新鲜热辣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在南海双航母演习那么美国海军2月9号宣布，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联合演习。海军在这个新闻稿中说，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与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当天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多项操演，目的是强化海军各项资源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尼米兹号是刚刚从中东调到这个印太地区。那么1月24号，罗斯福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里根号航母继续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那么形成了在美军在3艘航母同时出现在这个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局面那么另外呢，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2月5号从北向南横穿台湾海峡，并且进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西沙群岛进行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军的第一次这方面的行动那么迄今为止，拜登政府的官员展示了美国自身实力和联合盟友应对中国挑战的立场大概是这样美国有3艘航母
其实就在全部都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地区，然后两艘在南中国海，一艘在日本那么显示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坚定的意志那么刚刚中美之间进行了一轮交锋就是布林肯和杨洁篪通话，然后就是拜登总统出来也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也说起中美关系习近平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也开始放话，反正中美之间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这种角力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新闻先播报2条，然后讲讲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恶意讨薪恶意讨薪最近在网络上火了一把，然后一下子就没有了就被处理掉了。事情怎么回事呢？事情是2月6号，甘南州合作市有个市叫合作市应该是一个县级市，他们公安局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段这个警情，叫公投爬塔讨薪，被行政拘留10天那么警情这么说，他说当事人是该建筑工地一名包工头，爬上50米高的吊塔吊臂，威胁工地负责人，并向党委政府施压，恶意索要工程款。经过长达4小时的教育劝解，该男子从塔吊爬了下来。该男子的行为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依法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警方提示对于跳楼、跳塔吊或者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处理。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建设良好营商环境这是一句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一出来那么恶意讨薪立刻成为网络热门词语那么网络群情汹涌，骂声一片。那也有网友说这些年说的最多的是恶意欠薪必须零容忍，现在把零容忍用在了讨薪的民工身上那还有网友说恶意欠薪的铁拳对准了恶意讨薪，真是厉害了然后呢什么反应呢群情汹涌，甘南州成立了州人民检察院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合作市展开调查，得出结论说2点。第一点，建筑工地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已按月全部兑付，不存在拖欠薪酬问题。当事人攀爬塔吊，要挟他人的极端做法，系工程承包方之间的经济纠纷，这一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那么合作市公安局发布相应警情信息，用词不当，表述不准，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情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包工头呢其实不是讨薪是因为经济纠纷你信吗？我不信你想一下政府不找老百姓的麻烦已经烧香了这个老百姓还主动去找政府的麻烦这骗鬼怎么这些年农民工欠薪的问题90%都是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造成什么呢？包工头发不了工资，90%都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什么？因为你很多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现在能发包的机构只剩下了政府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些私人机构，你搞工程的话，你雇农民工的话，有押金的
你要是欠薪没关系，直接从押金里扣啊。所以这个现在出现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90%都是政府干的，都是政府部门干的啊。农民工在外打工挣钱养家，无非是两头，顾两头，一头是两口子在城里挣钱，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啊，然后就是父母跟孩子留在农村学习，盼望着这个一过年的时候，这个回来过个年团聚，所以农民工拿工资结款回家过年，是他们最卑微、最热切的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给他钱，他可能连车票都买不起，且不说回家过年的问题啊。有些人真的是他拿不到钱，他就不回去了，回不去了，根本回不去啊。所以农民工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特别是年底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是真是他们的血汗钱。农民工欠薪的问题，20年，我知道就是20年，政府很重视搞了20年，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中国有劳动法不管用这个法律不如政策政策我讲政策给大家听听，看看中国政府到底干了些什么第一，人社部2020年11月5号通知，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那么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随着2021年元旦春节临近，农民工工资支付即将进入高峰期，欠薪问题也将进入易发多发期。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6稳6保决策部署，那么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兜住基本民生底线。决定从2020年10月6号至2021年春节前，在全国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这个通知，人社部要搞一个这样的通知，你通过这个通知知道，他们原来有个领导小组的你看刚才那个就是领导小组不知道干嘛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2019年12月4号，国务院73次常务会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12月30号，国务院令颁布，2020年5月1号起实施中国原来有一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条例也不管用，你看刚才那个就不管用了然后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0年12月30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汇报，要求强化措施落实，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报酬。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有关部门贯彻实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推动各种解决各类欠薪问题取得积极成效这是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然后要求继续发力，继续搞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和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1月27号在北京开会然后副总理、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要求什么呢？要求切实加强权益维护和服务保障，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毫不松懈地抓好农民工就业和保障工资支付工作。这第四个，副总理又开会了然后呢，从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有一个全面治理
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意见。到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然后到了2019年，成立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领导小组的这个通知，要各个地方都成立领导小组啊。政府很重视吧？非常重视。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当然没有解决。不仅没有解决，农民工欠薪还变成了恶意欠薪啊，被重锤打击啊。那么重锤打击到什么地步呢？我现在拿到了一份东西，最近呢，这个浙江省嘉兴市他们有一个这个公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劳动者就是农民工啊，维权异常名录啊。他呢对纳入就是叫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只要你纳入了这个名录的农民工，要严厉打击啊。那么怎么纳入这个异常名录、维权异常名录呢？4个条件啊。第一个，连续3年内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10次，3年内投诉了10次或者以上啊，或者在不同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15次以上就进名录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连续3年内同一劳动仲裁院申请仲裁5件或以上，或者在不同的仲裁法院申请仲裁8件以上的同一个5件，不同的加在一起8件，这第二个。第三个，连续3年在同一人民法院起诉劳动争议诉讼3件，或者是不同的法院5件以上，连续3年啊。第四，1年内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或者信访部门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3次以上，或者不同的部门5次以上，就这么。甚至对于情节恶劣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就算没达到要求，只要法院、劳动人事仲裁院、劳动保障行政执法队会商协同一致，就可以放进去啊。那么一旦被纳入这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后果很严重，有3个后果。第一个，对外曝光啊，通过法院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向社会发布这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单，及时通报到辖区内的劳动中介公司、劳务中介、人才市场、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基本上在这别找工作了，意思就是这意思。第二，从严审查，对列入名单的农民工在劳动监察、仲裁、审判环节从严审查，依法严惩恶意维权行为，这第二个。第三个，依法移送啊，发现这个他的这个维权异常名录中的人员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法侦查。这件事情发生在浙江啊，除了嘉兴，其他地方也有，然后广东也有。名称不一样，性质是一样的啊，就是针对这个农民工啊，农民工采取这种措施啊。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最底层啊，那么收入低，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那么他的经常被欠薪啊，那么欠薪被讨不到。讨不到呢，那就要采取极端的措施去讨，那就被打击啊。那么打击说实在是恶意讨薪。你说他恶意讨薪呢，你可以说是个案，但是你看啊，像嘉兴这样子，把它放成一个名录里面去，采取政府各个部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对这件事情进行打击，这就不是个案，这是有意而为之啊。那么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你看我刚才念了一大堆，国务院从总理到副总理还出条例，还出这个各项的规定，还成立各个省各个市，从国务院还成立这个清理欠薪的这个领导小组，有专人在推动这些事情，在做这个事情。可是你看地方政府正好反过来，他不仅不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反过来说农民工是恶意欠薪，还整一个名单出来，系统打击，用政权的力量系统打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3点。第一点，政令不畅啊，对吗？你想一下，从总理到副总理，总理李克强，副总理这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是谁啊？那个是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胡春华啊，一个总理加上副总理说的话，然后还有整个的系统，这件事整了20年，整到现在，结果整回去了，说明什么？政令不通，上下没有成为一致，这是第一条，政令不通。第二条，这个没有把老百姓，没有把这个农民工当人看嘛，对吗？你想一下，他是被欠薪，他不是欠了别人的薪，是别人欠他的钱，你不去帮助他把钱要回来，你还去打击他，这个叫什么？这个良心真的坏了啊！这个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这是第二条，就是明摆的欺负人嘛。的地方政府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什么了？就是没有良心了嘛。这不第二个，这第二条。第三条，你看这样一个，就说你想一下，我们经常讲啊，中国没有道德底线，没有道德底线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政府嘛，政府在没有道德，这叫什么？这缺德嘛。这是个缺德的政策，这种缺德的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你还能指望这个社会有道德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现在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已经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丑恶啊！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可容忍，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3个啊，一个就是川普弹劾案，那么参议院投票通过通过什么呢？就是弹劾案合宪啊，这是第一个，明天开始进行辩论啊，就是明天开始进行庭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军2艘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啊，这就是示威了啊。第三个就是农民工恶意欠薪、恶意讨薪，反映了中国社会这种政府的这个缺德行为，整个社会的失德结果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啊，因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令人愤怒了。好，明谢 Kevin Lee， 谢谢。Nova H， 谢谢老师辛苦，注意身体，谢谢可粉，谢谢。情绪，多年前新闻报道，一个东莞农民工因为1700块讨薪不成，跳楼自杀。想想在东莞1700块钱还大概真不够一个老板一晚上消费吧。悲哀的社会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现在就是欠薪，其实所有基本上你看到的欠薪，大部分广东除外，广东有些欠薪是什么情况啊？广东有些欠薪是到年底直接突然把厂关了，人跑了，有这种情况。这边那种小作坊，一夜之间厂子就搬空了，然后就跑了啊，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你要往北，基本上欠薪的情况都是工程款，
这个工程款从哪欠，都是政府工程，政府拖欠工程款，导致这个农民工欠薪啊。情况我就是一名包工头，一般情况所谓恶意讨薪，就是包工头因为过程结算不到位，直接导致包工头在外欠下高利贷，如果年底不给钱，可真的要跳楼。情况二，一般情况下，包工头下面的工人都是老家亲戚，工程签证结算不给或者没做，回到老家根本顶不住压力。对不起，也可能跳楼啊，很多亲戚都是亲戚啊，所以恶意讨薪根本不存在。观点，这个讨薪黑名单真的反映了中共从来不解决问题，永远是解决提问题的人，是这样的。情况，我爸就干了一辈子农民工，房地产公司有的时候确实没钱，拖一拖能给也就行了，说是恶意讨薪实在太无耻，真想骂人。情况，我去年在工地上一直担任农民工工资专管员，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进行事务性的行政工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检查。在工地上，不管是哪个部门，大部分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和业主的检查，包括党建工作，这都是务虚的工作。这种无意义的工作消耗了大量的工作人员精力，反而没时间去反思问题啊。情况，我从事电力行业，年底朋友圈的同行辛苦讨要设备款，感觉中国的商业信用太糟糕，做企业做生意太累。之前有因为出口不畅，曾经政府推动过，就是外贸企业转内销啊。外贸企业能转内销吗？转不了。为什么？没办法转内销。你能收到款，怎么收到款？那被骗的太多了。那做开外贸企业的工厂，基本上转不了内贸。原因是什么？就跟这个关系。你这个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不够骗两单一骗，今年全白干，就是这样。所以做外贸，这个厂子一做了外贸都回不去。中国的这个商业信用，政府没信用，你说这个社会怎么会有信用啊？情况，我的企业在上海，政府每年要收一笔欠薪保证金，也不知什么鬼，有啥用？就是这个用处，就是这个。现象记得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找了一份木工厂的活，第一天上班就把手指给扎紫了，第二天就辞职。1星期后去工厂拿到那一天的工资。观点，只有民主国家的法律才是真的，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作为人的个体才会被当作人对待，是这样的。反正中共没有把人当人看啊，农民工就更不用说了啊。观点，中共关心的焦点永远在为自己捞取好处，与国外利益集团勾兑上，对农民工的所谓关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你看刚才我念了多少，天天在那报啊，农民工这个那个，但是你看翻过来，实际发生的是什么？把那些讨薪的叫恶意讨薪，还搞黑名单啊，就是干这种事情。观点，身在河南农村，感觉平民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大部分还是思想在王侯将相的思想，大部分的农民觉得包子作为皇帝是理所当然，对于现代文明一无所知，身边的亲戚朋友受到不公的人越来越多，很害怕将灾祸降临自己身上，移民条件不具备啊。观点，感觉美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更多的是旨在化解现在美国国内对拜登政府对中态度软弱的质疑。等风头过去，还是会继续努力回到奥巴马时代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内对他质疑这个拜登政府态度软弱的质疑，你是在哪里看到的？你能跟我们说说吗？哪个报纸、哪个电视、哪个媒体说的啊？哪个政府官员或者是国会的说他软弱？你来说说看好不好？这位网友回答一下我的问题，请你在这个聊天室回答我一些问题，行不行？好吧，拿出一个具体的证据来。提问：最近在玩 Clubhouse， 听了好多质量很高的内容，比如关于新疆的一系列，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比如名为胡锡进后援会的 room 啊，我也去了，很好玩啊。但实则变着花样黑胡雕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希望，他们有同理心，也拒绝被洗脑。但是又想到中国体量之大，我们看到的只是代表非常小的一部分。全景来看，还有这样的希望吗？想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这样的个人观察与全景实际情况不同的现象？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答案。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啊。胡锡进后援会的这个 room 我也进去听了，很好玩啊。但是 Clubhouse 上面有很多大外宣啊，很多这个带风向的这个人在里面讲这些话，我判断不了到底哪些是他真是这么想啊，还是带着风向来啊。但是我相信是有很多是带着使命去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好事。什么好事？你至少可以在里面看到其实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他明明白白知道中共的那些伎俩。所以我看完那个这个胡锡进后援会之后，老实讲我很意外，就是说也可能真的知道胡锡进的嘴脸的不在少数啊，真不在少数。可能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到了 Clubhouse， 那就大家反正都在海外，你不疯了吗？那就玩一把呗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不过呢 ，Clubhouse 有2个问题。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没事，我也在上面泡的，我就天天看来看去啊。我有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效率不高。就是 Clubhouse 的这种方式呢，效率不高。你想一下，比如说我做一个节目，我准备3个小时，我大概用半个小时把这个节目讲完。今天甚至半个小时都没到，今天我只讲了22分钟到23分钟，我把我3个小时准备的节目讲完。那么当然中间我经过了挑选，经过的准备大家如果在这听我讲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大概至少知道3件事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沟通交流。我觉得这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很多人都是即兴发言，有的人讲话快，有的人讲话慢那么这种沟通效率，我觉得你会花好长时间听他们讨论一个问题。然后各个问题，有些问题当然很有观点，但是大部分问题没有太多的营养，就是你会听到至少超过一半是没有营养的声音，没有营养的声音，我就觉得效率就不高。所以 Clubhouse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效率不高，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举手发言好久啊。它是这样，它的机制就是你可以举手发言。好，你举手发言，在群里面这个room 里面可能有2000人，
或者是3000人，你进去之后你排队，你可能前面有300人以及也举了手，那你在后面排队，合理吗？非常合理。那我等这300人把他的言都发完了，我再来发言，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耐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有问题啊，有问题。我再观察，我回头再向大家报告啊。情绪最近微信朋友圈都在转人民日报公众号善待单位的一文，实际上鼓励奴才服从，只有皇恩浩荡、恶意讨薪这种词汇就是政府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善待农民，中共从来没有善待人民啊！你看善待单位，他就没讲善待员工啊，善待农民工，他不讲，他讲善待这个单位，然后要恶意讨薪啊，这反映什么？政权性质嘛啊！提问：今天看到墙内媒体报道，世卫组织结束在武汉的溯源调查，和大国专家一起开发布会，各种媒体的报道都强调世卫专家提出各种可能来源。请问王老师能不能系统的、不偏颇的给总结一下这次世卫组织在武汉溯源的结果？不行，为什么？你都说了我不偏颇了，那我怎么能够偏颇？怎么能够不偏颇呢？对吗？我是想说，但是你一上来就要求我不偏颇的话，那你已经有偏颇了。所以其实我不想报道这个，为什么？我想跟进的啊，但是我一看这架势，不会有什么让人不会有什么值得提供给大家的信息，所以我就不报道了啊！而且他们这么刻意的安排了一场这样的秀，我为什么要报道给他？不报道啊！上次女婴的话题，本人15年前工作原因在国内四处出差，当时的2线城市如合肥、长沙、武汉等城市5星级酒店，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几乎每次去餐厅吃早餐，都会看到一大群老外抱着中国的小孩聚在一起。一开始还问这是干什么的，当地人就告诉我，外国人领养女婴。我当时还问这合法吗？后来都见惯不惯，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是有一波领，后来就不让了。情况，日本产经新闻报道，2月9日，台积电决定在日本茨城县设厂，最大投资186亿日元，主要针对是高性能三次元机回电路 IC 制造技术的开发。这一举动应该是拜登政府联合盟友政策的体现，因为不管是台积电多么亲日，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许可和背后推动，台积电应该去不了日本。我觉得台积电是，你看哈，台积电去哪设厂？去美国设厂啊，美国设厂，然后现在是去日本设厂。日本跟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盟友啊，这是一个什么？你可以说它是投名状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投名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分散投资啊，两个方向都可以理解啊，我觉得都可以啊。台积电才叫国之重器啊。现象以前到哪都要出示健康码，现在扫健康码才能进门。进公园就更难，特别是不会用手机的老年，是啊，老年人啊，是。观点：今天的中国不只是奥威尔的1984那种残暴统治，也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种娱乐至死的老头乐洗脑，打一棍棒，再喂一口糖，让你不想也不敢反抗啊！大多数中国人最大的盼头就是当一头还没有轮到宰的猪啊！提问：武汉肺炎被洗白了，请王先生评论
什么叫洗白了？我没懂哎，武汉肺炎洗白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名词被洗白了吗？我不理解，你能告诉我一下吗？什么意思？观点，中央的意思是肯定整理企业欠薪，但地方政府债务高筑是欠薪的根源，他们怕群体事件，就用手里的权力镇压，如此而已。你说领导的意图还是好的，主要是把事儿给办坏了。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一个双簧，就是中央唱红脸，地方政府唱白脸，反正就是把农民工给坑了，就是这个他有什么意图？他没意图，他只是演出戏而已明谢老罗王，谢谢。每次听到政府欺压人民就觉得心疼，是的。然后每次我看到这个我就很愤怒，我必须讲，所以我必须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亲情，谢谢 Mr. 于小兵，谢谢曲优，谢谢谢谢王老师玉兴，谢谢。情况90年代末去长沙、武汉出差，飞机上经常有整团的领养家庭，大多数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女孩，大多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女孩。据家长反映，中国领养比较正规，他们放心。当时好像要1万块美金，孩子们是运营的，不止。我印象中是到了当时我们做过一次这个题目，我印象中是2-3万美金。当时的印象是什么？当时印象，哎呦，这钱不少，对一个美国的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是这么想。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